美国拳王挑衅中国选手，被连踢三脚爆头，吓得屁滚尿流。中国人的猪脑袋太脆弱了，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根本就没有挑战性。说出这番无耻言论的，正是眼前这位美国的拳王詹姆斯·马佐尔。他在美国绰号叫头部粉碎者。这一次来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也是嚣张跋扈。目前连续打赢了3名中国选手，而且都是被他打成重伤了，也是越来越猖獗。然而面对如此嚣张的言论，中国腿法高手我们的中国小将王玉虎也是霸气出山，挑战这个嚣张的美国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今年很年轻啊，才23岁，但是练腿13年，10岁便开始练习腿法。他从小出生在山里，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柴火家中的都是他用腿给劈出来的。那么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胜谁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腿法高手小将王玉虎，蓝方选手美国拳王头骨粉碎者马佐尔。这个美国人打拳啊，跟这个日韩的选手不太一样啊，他们这个喜欢打冷拳啊，某一个时间段突然这种短时间内的爆发还是很猛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王玉虎也是没有着急啊，打站立的话两个人其实都还好，不是说那么的强但也不弱，还是在找机会。漂亮，这一记回身踢有邱建良那股味道。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您不知道啊，王玉虎之前呢曾经是在邱建良的拳馆里啊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他正常来算的话应该是邱建良的弟子。好的，被逼到蓝角，我们的王玉虎还是这个想要打上几拳啊，这个位置很不错，漂亮。我也想手，我不管比谁，你看是吧？打得很主动，这个王玉虎打得很主动。哎呦，马佐尔的防守啊问题很大，感觉像是有短板一样。3拳，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鼻梁已经红了啊，差一点被我们的王玉虎打断。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其实这个美国拳手啊，可能是受到这个拳击的影响，所以说他们打自由搏击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抱身啊，就不停的抱身拖时间。碰到这种选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的王玉虎呢，恰恰相反，他不是那种特别压迫式的选手，所以也不着急。好的，哎呦，这一脚差点是踢中了马佐尔的裆部啊，很危险。这要是一脚踢中，估摸马佐尔这辈子就跟他媳妇儿啊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了。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呼劲出来，自己也要小心。看马佐尔一贴身，马上就气就上来了。实际上，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现在给人打懵了，但只有靠这种。好的，你可以看到马佐尔再一次啊被裁判分开。裁判这是要太过于消极比赛，黄牌。这小子必须得打了啊！再这么消极防守的话，怕是要被直接罚下场。哎呦，马佐尔再一次被这个裁判分开了，裁判可能也是有些生气啊，黄牌都已经亮出来，竟然还这么打比赛。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对，王玉虎调整好自己体力很重要。第一局的比赛啊，特别的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第一回合比赛打的还是很凶的啊。双方选手都展现出了这个差不多的应有的水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玉虎可以在第2回合打得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在这个第1回合虽说啊马佐尔这个消极防守，但是在这个空档中，我们的玉虎还是打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击打。好的，第2回合啊，马佐尔也开始这个逐渐的严肃起来啊，没有之前那股嚣张劲儿了。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这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些问题。这个很漂亮，可以看到我们玉虎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那么他以前劈柴的时候也是早上醒了啊，先劈1000块柴，然后中午再来500块，晚上再来1000块，这一天才算是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腿啊，特别的有力量，肌肉很厚。安迪苏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勾、击鼓勾拳，皆以低扫踢。那这场比赛他出的这个直线的拳法还挺多。现在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明显。第1回合出的太早，
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看现在他也出拳也不精。双方此时也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啊。我们的玉虎也是有一些乏力了。一番的压力啊，确实在第2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那么在这个比赛之前，我和王玉虎也经过聊天，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和锦标赛之后，哦呦，也许是这个马泽尔在前期太过于消极了，我们的玉虎也是打出火气来了。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啊，有一点，但他不会打内围。是的，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詹马做这距离。詹马做这个时候啊，重拳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效果。场上裁判庞洪超告诫这个王玉虎不要再搂抱，你再搂抱就对手要扣你分了。这个我们所提到在第1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体能下降。对，这个实话实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选手啊。这个只要一碰到马上就抱住，您可以看到，你看马泽尔又开始抱了，你这搁谁能受得了？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玉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泽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他是没体能。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怎么分配体能，这是不会的。昆仑决这个激烈的，他要对体能有保证。现在王玉虎非常奋力的进行。哎呦，这几击低扫好看吗？好看，拿脸换的。被我们的玉虎也数次直接命中头部啊！人家距离有这么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看，自己腿都软了。刚才这太可惜了一点啊！刚才第2回合不仅仅是詹马泽尔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节奏，王玉虎的体能呢也面临着严。好的，第2回合正式结束。这个马佐尔啊，拳打得太窝囊，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被评为美国拳王的。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战力打的啊，其实挺一般的啊，他这个可能是各项实力都很平均吧。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我们的玉虎能不能 KO 这个嚣张的詹姆斯马佐尔？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疯狂的抱身，已经是第3回合了啊。看这一点的话，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是的，全部3个。防守型、出击型，他不想对方这个上来，但他不是完全用侧带腿是一种重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看好的漂亮，这一记抱摔啊，也是我们的玉虎力气很大，马佐尔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但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是的，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这拳腿中勇是吧？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自己的状态，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詹马主要是挑战自己的体能。是的，而且詹马佐尔呢，他非常善于顶。哎呦，漂亮一记高扫，直接命中啊马佐尔的脖颈。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站起来。哎呦，没想到马佐尔这小美国佬还挺抗揍。好，那么比赛继续。绝对不要给你机会，一定要往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又是一轮的火拼啊！双方拼拳，看谁能。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战油情况，突然王玉虎一个又高扫，突然高扫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场上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胜利。好的漂亮，一记侧踢，又一次将马佐尔击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佐尔站起来很快啊，我们的玉虎不要给他任何机会，能再踹一次啊，这个小美国佬就完了。对，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 2次强攻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局肯定是个罚，可能马佐尔赢了，但是第3回合2次强攻3分。好的漂亮！裁判宣布比赛结束，我们王玉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嚣张的美国老马佐尔终于是受到了正义的制裁，让他知道中国人不好惹，而且踢你的狗头也是相当轻松。KO 的方式，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第3回合冷招，你说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吃软腿上头，看，对，这个太棒了，这是第一次，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都知道，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更是一个团队的作战。王玉虎连续3个侧踹 KO 了詹马佐尔的同时，刘腿披挂刘海龙微笑着从我们解说台旁边走过。美国特种兵拳王来华15连胜，中国小伙冲上台连踢3脚，干断他狗腿，霸气 KO。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首先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安东尼奥，他今年35岁，是美国的特种兵拳王，擅长搏击格斗术。他来华已经是15连胜了，其中有10场是把我们的中国选手给打成了重伤。而且这个安东尼奥还扬言中国人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任何中国选手遇见了我都会被我打进棺材里。这么嚣张的话语自然是引起了我们中国选手田心的不满。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田心。田心今年34岁，他是我国的散打运动员，诸神之战的热门选手，擅长是一块打慢，以巧破拙，以及他闪电一般的连续出拳，刁钻至极的高扫腿，可谓是全伤极高啊。田心这次呢，就是来为中国选手复仇的。面对安东尼奥的嚣张言论，我们的田心也是霸气表态，今天要踢断安东尼奥的狗腿，让他爬着滚出擂台。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身穿黄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田心，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美国选手安东尼奥。这个安东尼奥是非常擅长近战搏击格斗术的，他的拳腿也是很厉害。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的一开始，他就是进攻欲望十分强烈，想迅速压倒我们田心选手的气势。但是我们的田心选手并没有害怕，而是沉着应对，积极防守。非常漂亮的2记高踢，看来我们的田心选手不光是防守做得好，而且时机找的也是很棒。腿部一直都是我们田心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田心的高扫腿确实是很刁钻啊。那么根据赛前有关人士的透露我们这个田心呢，在赛前腿部是受了一定的伤，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带伤出战。带伤出战，腿还能踢得这么好，不得不说田心确实是非同常人呐。非常漂亮的顶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东尼奥是有一些招架不住了，在篮边非常的痛苦。这个安东尼奥确实是想逃出篮边但是我们的田心根本不给机会，连续进攻让安东尼奥进退不得，非常的憋屈啊。我们可以看出安东尼奥也在尝试改变自己的打法，选择与田心近身缠斗，但是我们的田心这个防守做的也很好，不给你这个机会，
任你怎么近身，我直接退走就是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甜心确实是以巧破拙啊，在第一回合比赛上，不仅进攻打得非常好，而且防守做得特别到位。安东尼奥怕是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的第二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安东尼奥确实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式，选择是快速的击打，近身缠斗。哎呦，甜心的腿法确实犀利啊，直接找机会把安东尼奥给踹倒了。我们来看一下安东尼奥能不能起来。好的，安东尼奥起来了，但是甜心貌似不想给安东尼奥机会，逼到篮边，又是一通组合快拳。看来安东尼奥已经脱力了，放弃了抵抗。我们来看一下安东尼奥还能不能站起来。看来安东尼奥恢复了一下状态，但是我们的甜心还是不给机会。一将胜有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安东尼奥再一次被打倒在地。好了，安东尼奥已经没有体力再战了。那么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甜心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这个安东尼奥的节奏就已经被我们的甜心给打乱了，而且我们的甜心拳商确实是高，抓住了第二回合的很多机会，数次击倒安东尼奥。哇，第二回合真的是十分精彩呀，踢的是脚脚到肉了。那么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甜心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我国继续争光。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喂，李景亮，你长得是有够丑的，你看我有多帅，我的身材无与伦比，你这身材烂得过分，姑娘们为我疯狂，可是见到你就会逃跑。我在中学里就是老大，而你估计只能做个跟班。你觉得你能打倒我？吸血魔，我才是吸血魔，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说实话，你看上去像是个原始人，我不喜欢你。听说你散打很厉害，但是我们现在玩的是综合格斗，你在综合格斗的赛场上还厉害得起来吗？一句话，你是个练散打的，不是综合格斗的，而我是个综合格斗高手，这不是散打比赛，而是综合格斗比赛，你听明白了吗？他是韩国有史以来最有实力的综合格斗一哥，打法凶残，嗜血成性。每一场比赛和他交过手的对手非死即伤，深不见底的体能，再加上近乎变态的抗打击能力，给无数对手留下惨痛的阴影。就连韩国总统都曾亲自给他颁发奖杯，他就是韩国拳王裴明浩。然而这场比赛他却遇到了中国吸血魔李景亮，他是我国最优秀的散打运动员之一，综合实力极强，
无论是地面还是站立，进攻亦或是防守，都能给对手带来无尽的梦魇。比赛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解气的中韩对局，那么就是我们的中国吸血魔李景亮大战韩国拳王裴明浩。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吸血魔李景亮，非常强的一名选手，实力过人，无论是地面还是站立都非常的厉害。而他的对手就是来自于韩国的拳王，人送外号野兽的裴明浩。这个裴明浩在赛前啊多次挑衅我们的李景亮，说我们的李景亮长得丑。而各位观众仔细看一看啊，这个裴明浩长得不好看，像一个大猩猩一样。如果说颜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李景亮更帅。这个裴明浩长得太过于猥琐了，像我们卡尺眼的样子。好了，那么我们闲言少叙，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开始。那么3回合比赛，每回合5分钟的一个赛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在第一回合的表现。那么目前还是一个试探阶段，我们的李景亮啊是一个慢热型选手，也不是急于进攻的那种，是那种找到机会就会死死咬住。可以看到身穿白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吸血魔李景亮，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韩国拳王裴明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啊，双方选手也都仔细研究了对方的这个出招套路。哎呦，想抱摔，但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么在比赛之前呢，裴明浩也说了啊，如果李景亮想用这个站立来阻止我的地面，那么我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李景亮。那么看得出来也是很有信心啊。可以看到我们的李景亮这个抱摔啊，有点不太舒服，被裴明浩反制了。蓝边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最好是马上挣脱。人呢，他也是非常的聪明和狡猾的。在参赛的方面呢，是裴明浩的经验呢是略微比李景亮呢是多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呢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景亮寻求地面的抱摔。现在两个人在边绳附近僵持住了。李景亮单抱可以看能不能把裴明浩摔倒在地。我们的李景亮一直在找机会想半腿把这个裴明浩拖到地面，但是很明显啊，双方力量上来说还差不多啊。裴明浩很狡猾，也不是很愿意让我们的李景亮达成自己的心愿。教练的指导，而在体能以及打击力量方面呢，是受到了黑虎文森教练的指导。是长达半年的第一式训练，今天晚上终于李景亮要厚积薄发，是要夺取金腰带。现在这个裴明浩呢，这里呢他比较聪明，他靠近这个边绳，靠近这个脚这里啊，使得李景亮呢再怎么发力呢很难把他摔倒。现在他转过身来，李景亮靠住了脚上。大家看到裴明浩是一直进行主动的，但是李景亮的面部表情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裴明浩在投诉啊，说我们的景亮抓绳子了，这个都已经打到蓝脚了，又不是故意的。裴明浩事儿也挺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李景亮依旧在试图跟裴明浩打地面。裴明浩也是趁裁判没有看到，也抓了一下绳子，使得李景亮白费力了。属于一些技术的细节，这也是在绳圈战中呢，运动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也就是经验的来源呢。对，如何去利用场地？现在两个人呢都是力争能够坚持站住啊，这个防止被摔倒。好，观众朋友，您在观看我们比赛的时候，还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我们的微博，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武林传奇亚太综合格斗冠军赛的内部消息。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博。好的，双方在蓝边缠斗了有3分钟左右，裁判示意双方来到中场，不要消极比赛。可以看到啊，这个裴明浩打拳好骚啊，这个小立臀，提臀这个感觉非常的猥琐。漂亮抱伤腿成功了，地面压制不要给裴明浩任何机会。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景亮这个位置拿得非常的好，裴明浩也是没有过多可以施展的地方。现在你看裴明浩
真的是比较靠贴到了绳子上，这样使得李景亮呢能够在很难再做下一步，然后这个裴明浩迅速的站了起来，又站了起来。现在李景亮又拿到了把位，非常不错的把位。但是裴明浩大家看到他的右腿呢勾在李景亮腿的外侧，来化解李景亮的摔法的力量。裁判又再次把双方分开。这场比赛啊，真是势均力敌啊！在形成相持的这样的状态，用腿探路。那么距离本回合比赛还有30秒左右，看一看我们的李景亮还能不能再找一个机会压制这个裴明浩。正准备下前的时候，这个被打了一拳。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钟。双方可能是这样防住，把这10秒钟耗掉。没错，不会再。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可以说啊，在第一回合这个裴明浩打得很稳啊，没有给我们李景亮太多的机会。当然，我们的李景亮本身也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节奏是随着回合逐渐变强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我们的李景亮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里面，双方已经进入到了细肉部分了。好的，第二回合双方这个进攻欲望明显是增强了，尤其是我们的李景亮也是逐渐的加快了自己的节奏。哎呦，我们的景亮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可以看到裴明浩有一些这个状态有些放松，把战架松下来了，想消耗我们李景亮的专注力和精力，这有一些扯淡啊！我们的景亮本身就是一个慢热型选手，不会被这种心理战术所影响。今天作为李景亮来说，从体力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啊。对，他体力是非常充分。这个作为裴明浩来说呢，还是相当聪明的一名选手啊。在今天呢，多次采用靠边绳的这种办法呢，防止了这个李景亮的抱摔。大家看到李景亮呢，刚才是几记前扫踢呢，是遏制住了裴明浩的进攻。作为李景亮来说呢，出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节奏，刚才呢是差一点露出破绽。裴明浩作为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啊，其实双方年龄差不多哈。对。可以说作为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呀，他现在还是比较稳。刚才你看，在李景亮扫踢同时，他同时出拳，刚才李景亮呢也是一记前拳打中了。这个双方从身形来看的话都差不多，无论是臂展还是腿长，但是这个裴明浩确实也是经验丰富啊，可以看到一直在打一个前拳啊，不会轻易的跟我们的景亮打这个近身。很怕没抱摔，还是不愿意打地面的。将近2分钟的时间，刚刚李景亮想下潜，但是被裴明浩一个环绕步化解开了。双方现在一直是在斗心，那个单抱腿看有没有，但是裴明浩拿到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这裴明浩又是先往后，漂亮，又是一次非常棒的抱摔。可以看到这个。裴明浩的反制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体能可能是消耗过大，不要给这个裴明浩太多机会，持续的这个砸击，尽可能的禁锢住他。可以看到裴明浩这个不愿意打地面是有原因的啊，一给我们的景亮打地面很难受。你看这个裴明浩又是靠在边绳上在喘息，对，因为他要靠着边绳的支撑让自己站起来。对。李景亮现在的上位控制是非常的到位，非常漂亮。然后，裴明浩想必也是很久没有尝到过这样的苦头。好，还是回到场地中央，以相同的姿势开始。其实裁判也注意到了，裴明浩竟然利用这个边绳啊。对，因为双方在边绳旁边呢，很容易是出了擂台。裴明浩在下位开始制造空间。你看裴明浩，他要明显的对，往边上靠。非常小心的，现在是裴明浩也是相当狡诈，可以看到箍住了我们景亮的一只手。我们的景亮能不能在这次地面上占据优势，就看我们景亮的下一步动作了。还有1分45秒，比赛结束。
跑出来了，跑出来了，非常好，非常好。哎呦，可以看到啊，这个裴明浩起来的很快啊，不想跟我们景亮打地面了。但是我们的景亮就是一个字儿粘，你不想打，不是你能决定的，而是看我决定。哎呦，裴明浩的本力啊，真是非同一般。对，刚才裴明浩的袭击，最后的1分15秒。这个裴明浩也在喘着粗气。裴明浩的表情告诉我们，我遇到了难题了。这次对，真的是遇到难题了。哎呦，不得不说啊，这个裴明浩这一个抱摔非常的精彩啊，也是一个半拿背的状态。我们的景亮被禁锢的死死的，看一下我们的景亮有没有什么办法挣脱。距离本回合比赛结束还剩下50秒左右。还是说裴明浩能够改善自己的姿势，拿到更好的姿势呢？谁能获得金腰带，就看着最后的30秒时间。但是这个拿背呢，对于裴明浩是非常不利，他属于半拿背，而且是李景亮的手呢是干扰着他做更多的动作。那李景亮呢，刚才这个摔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李景亮现在也是要抓紧时间喘息一下，积蓄一下力量。这个姿势对于双方来说都在李景亮出来了，但是呢，裴明浩现在想用3角锁，李景亮表示不屑。对，时间也差不多了，基本上没了。好的，第3回合比赛结束。可以说啊，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十分精彩，双方选手都是各展所能。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景亮这个实力更强，可以看到我们的景亮也是很开心。我相信最后获胜的也一定是我们的景亮。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韩国选手赛前恶意推搡中国选手，中国小伙当场霸气回怼，上场后追着暴打求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由赵小亮对战崔逗浩的一场中韩大战。首先出场的就是咱们中国少将赵小亮。熟悉赵小亮的都知道，他自幼习武，先接触散打，后转战自由搏击，获得过的冠军呢不计其数，世界级金腰带也是拿了5条。而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来自韩国的这个韩国棒子崔逗浩，这小子赛前极其的猖獗呀，不仅推搡咱中国选手啊，还辱骂中国观众。赛前竟扬言赵小亮1回合就能 KO 他，还声称中国人不配与我大韩国作战，你们就是亚洲奴隶。此时啊，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1回合马上开始。这个韩国棒子崔逗浩啊，这真是极其的猖狂啊。好，比赛呢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回到比赛，也让咱们期待赵小亮如何击垮这韩国的棒子崔逗浩的。这时啊，第1回合已经正式开始了，这双方都在拼命的这个试探，都不敢这个贸然的进攻。由此可见，红色短裤啊没有错，正是咱们的中国少将赵小亮。黑色短裤啊，就是来自韩国的棒子崔逗浩。 혹시 간을 좀 보고 있는 이길수입니다. 태클을 못 들어오게 어퍼컷을 또 준비를 하고 왔습니다. 거리가 멀었어요. 此时这双方啊都不敢这贸然的进攻啊，咱们的赵小亮也是一直在控制这个安全距离，保持自己的节奏。此时咱们的赵小亮直接抓到了这个机会，上来就是一记重拳，直接把这个崔逗浩打晃了。 자, KG 등 빼고 일어나려고 하고 있습니다. 이길수 팔. 하나 던지기. 네. 자, 백을 잡아보려고 하고 있는데요. 이길수 잘 그냥 누워 있어야 됩니다. 누워서. 此时这双方啊都展开这个地面的战斗，咱们的赵小亮啊也是被压在身子底下，很难受。赵小亮也是一直在找这个机会挣脱。 네. 그래서 양쪽 세컨에서 계속 호흡해달라는 그라운드 20초 경과 이야기를 해주고 있습니다. 하이트 클럽 때도 저런 그림이 약간 좀 나왔었거든요. 네. 이길수 선수는 그냥 저 상태로 가만히 교착 상태 유지하면 됩니다. 그렇죠. 하지만 또 这是通过裁判示意，双方回到了站立战斗啊。这个咱们的赵小亮再次控制这个安全距离，双方都开始展开拼命的输出。 살아나도 30초 지나면 할 게 없으니까. 1분 10여 초 남아있습니다. 두 손 살짝 뒤쪽으로 빠졌었던 손지훈. 둘 다 데미지가 있습니다. 한 사람은 이제 몸에 데미지가 있고 한 사람은 이제 턱에 데미지가 있기 때문에.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 확실히 이길 선수가 복싱 국가대표 출신이라 타이밍이 예술입니다. 네, 그 뒷손에 걸리지 않아야 되는 손지훈이고요. MMA에서 안아 던지기가 참 나오기가 어려운데 확실히 서로 이제 MMA에 대한 이해도가 별로 없으니까 나오는 거 아닐까. 这局比赛呀，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赵小亮这局比赛打的是非常老成的，而且这前后手的这个手架非常的完美，这个进攻方式也是极其的凶猛。 힘이 많이 들어가고 있습니다.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也是展开双臂，告诉对手这个我无所谓啊，我现在很轻松。 시간 얼마 없습니다. 킥을 좀 던져보려 했던 손지훈. 10초 전. 김주현 선수는 좀 가드를 좀 올릴 필요가 있습니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 절기가 쉽지 않을 수 있습니다. 자, 1라운드 시간 얼마 없죠? 3분 3라운드.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到此结束。 야, 뭐 이색적인 경기가 좀 계속 나오고 있습니다. 굉장히 재밌네요. 네. 此时啊，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2回合马上开始。 아주 적극적으로 태클을 시도했던 건 아니지만 또 공격도 허용.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一回合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这个赵小亮啊，手架、进攻方式都是极其的完美。 同时，这局比赛呀，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崔斗浩啊，他这个进攻方式啊，没有太大的特点。 네, 움직임이 싹 좋아 보이진 않았습니다. 뭐 디펜스 지금 디펜스를 좀 준비한 것 같은데 확실히 레슬러들의 그 압박이 사실 그 나오기 힘들어요. 요령이 또 있잖아요. 그렇죠. 레슬러들만의 또 요령이 있기 때문에 압박 자체가 달라요. 레슬러들의 그 압박이. 자, 1라운드가 이렇게 마무리됐습니다. 지금 이길수 선수 자꾸 오픈 핑거에 왼손 손가락을 자꾸 만지는데 나간 것 같죠, 손가락? 살짝 좀 다친 것 같습니다. 네. 복서들이 MMA 데뷔하면 엄청 많이 손가락을 다치거든요. 아, 글러브. 그렇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正式开始。 자, 뒷손 언제든지. 근데 바디 쪽이 자국이 선명하긴 합니다. 이길수 선수. 자, 앞손 터치가 좀 많아지고 있죠. 또 걸렸습니다. 네. 쪽으로 좀 빠졌었고요. 커버링을 좀 올리고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네, 계속 이제 어퍼 이후에요. 자, 스탠스 살짝 바꿔봤었던 손지훈. 아무래도 손지훈 선수가 왼손잡이기 때문에 혹시 이점이 더 많은데 이점을 살리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자, 태클 시도. 자, 다운. 태클 성공. 다운. 이제 이길 선수 여기서 그냥 제가 보기에는 시간을 끌 것 같습니다. 30 동안. 此时啊，双方都在这个笼边呢，展开拼命的挣扎。咱们的赵小亮呢，也是死死的锁住了这个崔斗浩的头部。 자, 근데 아까 태클 허용했을 때보다 좀 더 여유가 생긴 이길수 선수입니다. 다리 빼야죠, 이길 선수. 네. 다리 다칠 수도 있습니다. 자, 리킥. 자, 밀어냈습니다. 손지훈 선수는 이제 앞으로 나가야죠, 레슬러인데. 네. 好，咱们的赵小亮一记重拳呢，把这崔斗浩啊打晃了啊。 안 되면 자기가 평소에 안 당해봤던 공격이기 때문에 계속 당하면 이제 체력이 이제 게임으로 말하면 깎인다고 해야 되죠. 아, 그렇죠. 근데 손지훈 선수도 좀 티는 안 내려고 하고 있지만 아까보다는 좀 호흡이 거칠어지고 있습니다. 이길 선수 킥을 썼어요. 네. 로킥. 마찬가지로 킥. 많이 벌어지고 있습니다. 두 선수 모두. 사실 지금 두 명 다 굉장히 힘들 거예요. 그렇죠. 일단 케이지 중앙 쪽으로 다시 들어와 주고 있습니다. 서로 무기가 강력한 게 있기 때문에 서로 이렇게 섣불하게 못 들어가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아, 그렇죠. 네. 자, 원거리에서 잽. 앞손. 자, 킥 뒤쪽으로 빠져주면서 확인했습니다. 此时啊，裁判叫停了这双方的比赛啊，对这个崔斗浩也是进行这警告。 아마 이제 그 이길수 선수 쪽의 세컨 쪽에서는 우리가 했던 훈련의 절반도 안 한 체력 상태다. 훈련을 좀 생각해라라는 이야기를 좀 하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손지훈 선수 지금 경고를 먹었습니다. 네. 지금 원래 지금 둘 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这第2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 거리가 좀 멀긴 해요. 이건 이길 선수가 도망가면 이길 수 있어요. 2점을 뺏겼기 때문에 이미. 이길 선수는 안정적인 운영을 하면 이깁니다. 네. 이미 2점이 감정이 됐기 때문에.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对这个崔斗浩啊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直接就是一顿的输出。 계속 커지긴 해요. 자, 다시 태클. 자, 뽑았습니다. 뽑았습니다. 다운. 이길 선수
저거 당하면 이제 숨 막히거든요 이제. 네. 자, 합가드입니다. 자, 그라운드로 끌고 가긴 했는데요. 스탠딩 쪽에서의 유효타는 이길 수가 좀 나오긴 했지만 오히려 택다운은 계속 손지훈이 가져가. 这时双方啊都展开了地面的挣扎。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 패스 부분이나 뭔가 방어적인 기술이 좀 많이 익힌 상태인 것 같습니다. 네. 파운딩도 못 치게 왼팔 딱 감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到此结束。 야, 자신들의 무기들을 계속 서로 섞어가면서 라운드를 좀 보내곤 있는데 체력이 관건이기도 하고. 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3回合马上开始。 그렇지만 그 이후에 뭐 유효타가 나오진 않았습니다. 공격이 없었기 때문에 점수를 따기 힘들었고 그리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2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赵小亮啊，这进攻方式真的是非常凶猛，而且这个拳头的力量啊，很强悍。 있는 느낌이 또 아니기 때문에 꽁그려가지고 네. 안에 들어가 보면 세컨 아웃. 아, 2라운드까지 마무리됐습니다. 이번 매치 이후에는 이제 파이트클럽 선수들은 아니지만 배동현 선수 대 정호연 선수의 아주 묵직한 경기가 좀 기다리고 있어요. 이제한급이고요.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 3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마지막 라운드. 마지막 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맞아요. 죄송합니다. 졸리신가 봐요. 너무 몰입했어요. 아, 그렇죠. 워낙 경기가 또 재밌다 보니까. 자, 태클 시도. 태클 시도. 또 이길 선수도 아까 또 그 똑같은 이제 작전을 실행하겠죠. 클린치에서 개기는 버티는 전략을 하겠죠. 네. 자, 확실히 이기루 선수가 일어나는 동작을 많이 익히고 있네요. 그렇죠. 지금 니킥을 날려줘도 괜찮거든요. 자, 목 쪽에 원투. 자, 다시. 후드보 조심. 네. 스프롤로 수비를 해내는 이길수입니다.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一直在找这个机会来挣脱这个崔斗浩的束缚。咱们的赵小亮现在也成功这个手啊，能拿到了这个内把位。 30초를 레슬러인데 엄청 불리해요. 할 게 없기 때문에. 호흡해주면서 버티고 있습니다. 스탠딩. 네, 아예 이제 적극적으로 태클을 하겠다는 마인드를 갖고 있는 손지훈 선수입니다. 자, 사이드로 돌아주는 이길수. 이길 선수는 이제 여기서 이제 마무리만 잘하면 이제 이기는 거의 경기거든요. 네. 아까 그 태클 나올 걸 예상해서 어퍼도 좀 많이 심어줬었던 이길수인데요. 자, 손지훈 입장에서는 흘러가는 시간이 좀 야속하게 느껴질 수 있습니다. 훅을 한번 휘둘러 봤었던 이길수. 此时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咱们的赵小亮啊，这个体力方面还是非常充沛的。 소비를 많이 한 것 같습니다. 키퍼를 살짝 짧았고요. 1분 10분 남았네요. 네. ARC만의 룰입니다. 30초 룰. 그리고 원래 경기장보다 좀 작아요. 사이즈가. 1분 전. 자, 럭키. 태클도 좀처럼 나오지 않고 있는 손지훈 선수입니다. 체력이 빠지면 태클도 목은 못해요. 손을 못 올립니다. 자, 뒷손 마저 뻗진 않았고요. 됐어. 자, 커버 위쪽. 바디. 손지훈 선수 원래 스타일이 가드를 안 올리고 하나요? 파이트클럽 때도 그렇게 했습니다. 네. 자, 킥을 마저 뻗진 않았고 원투. 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赵小亮这个进攻的趋势还是不减啊，这个力量啊依然是那么强悍。 스트레이트를 계속 노려주고 있는 이길수. 유효타들이 나오기 시작합니다. 확실히 타격이 10초 전. 사이드로 빠지는데요. 쫓아가면서 왼손. 시간이 얼마 없습니다. 혹시 타격의 영역에서는 이길 선수가 훨씬 잘하는 모습 보여주네요. 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3回合到此结束。 이길수 선수의 경기가 마무리됩니다. 이게 스탠딩 상태에서의 그 공격은 이길수 선수가 좀 확실히 앞서긴 했었고요.
근데 결국 이 그라운드로 가서 경기를 마무리 짓는다는 게 얼마나 선수들에게 어려운 예, 일단 일인지 알 수 있을 저는 것 같아요. 솔직히 1라운드 안에 둘 중 한 명 KO가 날 줄 알았어요. 네. 이렇게 또 판정까지 갔고 또 일단은 MMA니까. 근데 서로 이제 이 사실 KG 프로 데뷔전 한다는 것 자체가 굉장히 좀 영광이고 본인들이 꿈꿔왔던 무대이긴 할 텐데 앞으로 더 좀 발전할 부분들이 많이 보이기도 했었습니다. 고쳐야 될 부분이 엄청 많죠. 역시 둘 다 이제 지금부터 옛날로 따지면 이중격 투기의 성향을 제일 많이 띠는 아프리카 경기라고 TV 모두 챔피언십 그런 경기였어요. ARC 한 명은 007 완전 레슬링만 하고 한 명은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局比赛呀就接近了尾声了。最后的结果呀，毋庸置疑，一定是咱们的赵小亮获得冠军。恭喜赵小亮荣获最终的赢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条视频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他是中国太极拳的领军人物，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强力地融合到了一起，把太极拳带到了国际擂台，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了无数来中国踢馆的老外。华丽的腿法，凶狠的出招，经常看呆现场裁判以及台下老外。他就是太极拳传人韩飞龙。然而，偏偏有嚣张的老外不信邪，前来中国挑战韩飞龙。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太极拳，更别提什么以柔克刚。下个星期吧，我去中国，最多2分钟将他们打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没有错啊，又是一场暴打老美的精彩比赛。好，我们看一下，首先出场的白袍小将，他便是我们的中国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好，韩飞龙师承我们中国的太极拳大师王占军啊，这是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好，我们看比赛还没开始，韩飞龙已经是在擂台上打起了太极拳。看着身段啊，看着气势，绝对他是一个高手。好，那韩飞龙呢，无论是在我们中国武术还是在我们中国的自由搏击上，他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中国武术、太极拳和自由搏击以及散打融合到了一起。也形成了他一个个人啊比较独特的一个打法啊，一般人还真学不来，因为你想学他的话，首先啊你得有一个太极拳的功底，所以说想做韩飞龙的徒弟啊，那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而且据说韩飞龙呢，现在他也仅有2个弟子啊，所以说是个收徒啊，很苛刻。好，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我们中国的宾川啊，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葡萄之乡。好，没有错，比赛马上开始了，让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我们仔细看，红色拳套，白色长裤啊，非常的潇洒，他便是我们中国小将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呢，则是赛前猖獗至极啊，扬言说这个2分钟啊就可以打死我们中国选手，而且蔑视中国武术的美国拳王索德里格斯。对方还称不上是拳王，但的确是冠军啊，美国的踢拳冠军。好，漂亮飞机。看一下，时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的韩飞龙啊，他的武艺是精进了还是退步了？据说这1年韩飞龙是闭关修炼。好漂亮，双方的换拳，前手的平勾有打中，漂亮，击腿后的涮摔，这一下的话也是韩飞龙的经典招式。好，连续的后退，韩飞龙，哎呦，连续后退后的一个舍身踢啊，这都是韩飞龙他比较擅长的一些这个经典啊，属于他个人的招式。实际上现在一说起太极拳呢，很多人啊第一想到的都是韩飞龙啊，他已经成为了太极拳的标签啊，像张三丰一样，好漂亮，哎呦，漂亮，这个我们看对方明显是有点晃，这一脚感觉是挂到了脖子上。哦呦，漂亮！又一次，又一次！本场比赛的第2次击倒。韩飞龙今天的状态的确是不错。
而且我们看韩飞龙他的步伐也很轻盈，很飘逸，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很精准啊，因为他比较擅长腿法，所以说把这个距离一般来讲呢会控制到相对来讲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好，发生了意外情况，韩飞龙刚刚是不小心啊踢到了对方的这个裤裆上，这一脚肯定不是故意的啊。看对方痛苦的表情，这一脚应该是挺狠的。哦呦，我们看对方啊，模仿韩飞龙啊来了一个舍身踢，这也属于小巫见大巫了啊，班门弄斧。这场比赛也很难得，韩飞龙在身形上，我们从侧面上看的话是有优势啊，比对方明显是要壮很多。这对方造成的冲击力啊也是不小，好漂亮！又一次，哦呦，超近距离的高鞭腿。好，我们看对方，这一下的话也是有点站不太稳了。实际上在韩飞龙之前呢，有非常多的人质疑说太极拳的实战能力是不是太弱了啊？好漂亮！刚刚是一个凌空的飞踢，哇，又来了！今天韩飞龙把所有他会的啊和出名的招式，新的老的一股脑全用了出来。看来韩飞龙他闭关修炼1年，这个成果还是非常不错啊。好，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我们看韩飞龙今天穿的这个裤子啊，这个布料也是非常的飘逸，那么这也是能让韩飞龙的腿法跟武艺啊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看起来更加的潇洒。好，双方的话，不好意思，哦呦，这个招式很厉害了，虽然说没有成功，但是一旦成功的话，韩飞龙刚刚这一脚的话会直接撂倒对方。我们看一旦到了近距离，韩飞龙的话也不选择出拳啊，对方的这个美国选手啊，他很喜欢模仿韩飞龙的舍身踢。应该有很多观众朋友并不是很清楚啊，韩飞龙在打本场比赛之前呢，他打过的选手啊，大部分来讲都很高很壮，以前还打过这个美国特种兵和波兰巨兽。长得都很高壮，所以说今天打一个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选手啊，我相信对于韩飞龙来讲呢是很轻松的。好，皮挂腿，韩飞龙的腿法真的是玩出了花样。将来如果在体育类目上，如果有一个项目叫做腿击比赛，我相信韩飞龙绝对能拿冠军啊。我们看到了近距离之后，韩飞龙也是几乎不和对方去拼拳，把更多的体能和注意力啊还是放到自己腿法上。而且我们看韩飞龙今天他的防守上做的也是非常的紧密，对方很难去打穿。什么情况？给到裁判还打了一拳，而且我们看对方的牙套啊都被打飞出来了。好，看来韩飞龙今天是谁的面子都不给，不只是对方的面子我们不给啊，连裁判的面子我们也不给啊。好，你看对方的所有的重击呢打在韩飞龙的身上，都是没有效果。而且我们看对方现在的整个，哎呦，又一次。对方现在整个人这个索德里格斯呢，明显是连站都站不太稳了。那么说他是一只软脚虾，完全不过分。好，又一次重击打翻。我们看再一次把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再一次打趴了擂台上。我们看还有机会，在最后的时间，韩飞龙如果能再一次完成击倒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我们看，裁判终止了对局。对方险些被韩飞龙打飞出了擂台啊，观众朋友们。好，韩飞龙时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他的状态依旧是不减啊，比当年感觉还要厉害了。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这位太极拳的传人、太极拳的大弟子韩飞龙战胜了对手。我们看，韩飞龙在擂台上又摆出了自己招牌的姿势啊，打起了太极拳。
好，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装逼为飞起来！你看，哇，穿透性还是在的。哇，过河打分板。美国2米巨人拳王来华踢馆，惨被中国大力士一拳打飞，紧接着更是乱拳打碎头骨，险些身亡擂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我们的中国最顶级重炮手李龙大战美国2米巨人拳王卢卡斯。你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攻欲望很强，火气很重。那么这个美国巨人拳王在赛前也是嚣张扬言啊，你们中国人就是一帮矮小的侏儒，你们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却能一拳打爆你们的狗头。您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所以说我们的李龙也是霸气出山，表示一定要干碎这个卢卡斯，让他知道中国人有多猛。好的，让我们回到比赛。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李龙啊，面对这个卢卡斯，哎呦，显得就是有一些矮了，但是不重要。我们的李龙身为最顶级的大力士啊，从小力大如牛，10几吨的卡车轻易拉动，而且是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将一个客机拉动了300米，可以说是90后最牛的大力士。的这个战术运用非常的灵活，他又有高扫踢，又有这个。也可以看到卢卡斯也是在一开始啊，这个发动了一个猛攻之后，发现我们的李龙，哎呦不好对付，马上啊转为了这种慢打的节奏，试图跟我们的这个李龙拖节奏啊，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行为。那么这个卢卡斯呢，他本来是来中国挑战我们的另一位重炮手，也就是张志磊，但是志磊最近啊是忙着跟这个乔伊斯打2番战做这个准备呢，所以说没搭理他。一气之下挑战了我们中国最弱的几个中国选手，给打成残废了，其中呢有武僧一龙。那么打比赛受伤是很正常的啊，但是这个卢卡斯却恶意去打断我们中国选手的双臂，简直就不配称作为人。后手重拳一直在等着，而且他的拳路变化也比较多，他有勾拳，有摆拳，有直拳。那现在前手刺拳在不停。好的，我们的李龙还是在找机会啊，毕竟对手很高啊，臂展和腿部都比我们的李龙要长。漂亮，打一个近身。李龙这个拳打得很冷啊。刺手那个前手的刺拳，他的点击，而且穿透性很强。对了，他前手刺拳，他的上勾拳都是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李龙的正蹬。哦，你看这个后手打中。卢卡斯也是有一些慌了。现在的话，这个主动进攻占不到什么便宜，打后手反击速度又没有我们的李龙快，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调整自己的战术。飞膝，李龙也是还以颜色，来一个攻击体系。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你看大级别的选手较量，虽然说出拳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每一拳。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啊！比赛里面，这个蓝方选手卢卡斯确实给我们印象很深。第一个他对这个擂台很熟悉，对这个规则，更主要的，但因为他是连胜嘛，所以他这个自信心很强。这个卢卡斯的核心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啊，各种各样的花招也是频出。但是我们的李龙呢，一招先吃遍天，只做好2件事：防守和进攻。卢卡斯在第一回合确实是没占到什么的便宜啊。还差点被我们的李龙一拳击倒。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他的前手刺还是很有穿透性啊。是的，这个卢卡斯在第一回合主要的拿点就在于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其实他的后手重拳并没有命中太多李龙，反观李龙的这个重拳也是有击打过这个卢卡斯的。好的，裁判示意双方选手稍安勿躁，第2回合比赛马上开始。注意打好，又到了双方的第2个回合，他的上勾拳是2次打空了，对，距离没把握好。哇，现在李龙还以一个高扫踢啊！那么大体量的这种擂台赛的话，对于体能的消耗啊是很大的。我们的李龙也是气喘吁吁啊。
你别看我们李龙这个头发上全是汗啊，对手是没有头发，所以您看不出来有汗。现在双方的节奏慢慢的变缓了，李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扫踢。确实这么大级别在上面比赛，这个体能消耗多厉害。好的，再一次逼至蓝边，哎呦，飞膝漂亮！这一记重摆直接是给这个卢卡斯打晃悠了。好的，裁判过来读秒，我们来看一下卢卡斯还能不能打。他在第一回合很多次的施展这个这个原地飞膝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李龙对这个动作有了一个很好的预防，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这样给李龙就机会了，给机会了啊！好的，很明显我们的李龙不想给对手太多机会啊，又是一次逼着蓝脚对拼，漂亮！好的，15次明正同步，裁判拦着比赛结束。我们看一下精彩瞬间啊，直接 KO 了卢卡斯，不愧是我们的中国重炮手李龙。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